Hello，欢迎大家来到《半熟恋人》第4季的第8期。我们还要做一下自我介绍吗？都很熟了吧？从你开始吧。大家好，我是万万，我是咔咔，我是窝窝，我是严航，我是老叔苏永豪。想问一下，节目播出后，就是大家生活当中有什么变化和趣事吗？我是有一个很大的，因为我刚播的时候，然后我那个时候说，才放了2期节目，应该没什么人看嘛。结果朋友都说我被我那个洗版了，一直看的是。为什么？就是刷屏了，大概对刷屏的意思。你还没有习惯吗？我的普通话。这 CPU 我又得烧了，这 CPU。只要看到我 CPU 都要被烧了。老万有啥？我现在感觉唯一的觉得自己上恋综了，这个让我有感知的事儿，就是我有一天风和日丽的下午，跟我爸妈去逛了个公园儿。然后迎面走来一些女生，然后我就听他们说那这个是那谁呢？我在合影啊。然后我妈说是不是他们认得你？我说不可能，哎呀，我谁呀我你这，所以我回去刷到我自己了，也是火起来了。现在你们在看节目的话，都是一个人看，还是和家人朋友一起看？我是自己不敢自己看，然后朋友就抓着我，喂，快看这个。我爸妈是天天看呀。我那个哇，天脸开大啊！我们家我爸妈他们是在卧室看嘛，然后还是投屏，投影。我就在我自己屋里就听我爸妈嘎嘎在那笑，知道吗？那么我问题来了，请问那个您的父母在笑的对什么片段？什么片段呢？是我们拍写真的那个片段吗？请问？对，脚趾抓地，什么拍写真啊，什么撞老骆呀。你会看吗？我不太敢看，我就是短视频这样悄悄的刷一下。那前几期的节目，你们有什么很印象很深刻的桥段吗？1到7期里面真的太多了。那说起印象深刻的，除了篝火以外，那个就是老骆了。他是真的承包了我们后面所有的照片。没有老骆，我们该怎么活？没有你们怎么活呀？万万没想到，万万真没想到，他是因为搞笑而出圈的。我想说一个，就是我们露营那一天，我根本不知道我自己身处在顶级修罗场之中啊！原来我是那个最闪耀的电灯泡。但是里面是什么东西可以聊都没有，因为里面太荒芜了。说到这里，就是我要说，然后到我那个营地的上，弹幕上他就在说咔咔这是充了钱了吧？所以接下来我就想问大家，对弹幕有什么样的，就是有一个什么样的心态啊？反正我的话是有点反转，就是刚开始的时候我跟小胡两边去接触，然后里边很多修罗场之类的。到后边的时候，我慢慢视觉反转了，网友的评论也会觉得，要支持我一下，或者是有不同的声音吧。然后自己会看的时候，会觉得好像我自己当时也真的没想过这个点，的确会让我有点反思。我觉得这个挺好。我印象最深刻的弹幕，就其实我第一次因为我的笑容被骂啊，因为我发现弹幕里面全部飘的都是说，哇，这个女的笑得好假啊！没事，我也是。我是觉得特别震惊，就是因为我没有想到，就是原来我笑得很假。我也是没想到我竟然会因为眼睛被骂。眼睛，我确实，因为我原来小时候近视嘛，然后戴了10几年的眼镜，然后眼球会有点突出，但我自己平时是根本都没有注意到的，然后我就荣获了大眼蛙这个称号。其实大家都是在一个心态上，是一个从一开始的不习惯，可能到甚至有些审视自己。其实那些评价也不是能代表真正的你，确实我们还是生活在我们真实的世界里面。好，那我们唠了这么多了，一起看一下《半熟恋人》第4季的第8期。多灿烂的这一对啊！这是养病啊！原来这个就是养病啊！哎呀，这谁呀？同志们，那个降糖药准备好了没？哎呀，我先磕一个。这个老爷爷长好帅啊！你老了可能有。我还会说这种话。郭女士总是闷声不响。我真的不知道，就是随口一说。在1月份还能有这样的阳光，哇哦，跟刚刚你俩坐得好近啊！那船就这么快。这个小船载的是啥呀？
在的是幸福和甜蜜。身心都被治愈了吧，郭老师？我怎么感觉老侯比你还憔悴呢？对他那2天其实比我还憔悴。万老师，你说到了点上，因为侯老师那个时候一直在照顾我。对，他一直在，你看，就是我这一整个都浮肿的，不太对劲的样子。他的眼里有风景，我的眼里有他。让他开心，开心真开心，打从心底的烧出来。男人怎么那么会说呢？老师有纸笔吗？我现在记下来。下一季半熟主题曲让他写词儿吧。这个是那天一抬头，突然看到他们俩站在这儿穿大衣，很好看。哎呀，真的不好意思，我在干嘛？是啊，很好看，我在干嘛？然后我在地上坐着。啊，吃醋了。看到他们俩。啊，我在干嘛？天哪！盖吃醋，我的相册里。哎呀，哎呀，我错了，我以后注意。那这不是有你吗？哎呀，这是条儿帮我拍的，这是条儿帮我拍的。不，就是你拍的，就是你拍的，是你拍的，是你拍的，是你拍的。哎呀，牵起来了。不是牵手，已经不是，你们没见过世面的呀，你们。我是没看到嘛。我的妈耶，太好吃了。啊！哎呦喂！是这样的吗？是这样的吗？哦天哪！好天哪！好熟练的动作呀！你可太好了。老侯心里当时故意开花了，那花开比那个烟花还嗨。你的脸比我的脸小吧？哇呀，那把他脸画大一点。啊，打起来！什么小学生打架画面？我真的没有受到了一丝冲击。女生这样是有胶原蛋白嘛？哎呀，太会了！在座的各位男生学起来。记笔记，我就等他开课。这样就刚刚好，多就一点点，就是这样。一直说，一直说。好细节的男人啊！手动调。控制。这个画的可以，画的我俩还有点不嬉笑。哎呀，西山，换他跳了。好刻意，他好刻意啊！侯老师，你快出书吧！老侯又在这儿现场拜师，侯老师是教科书级别的存在啊！天花板嘛，不一样。哦，接下来是什么画面呢？我要看一下。什么？这是什么？那个灯有同学。哦天啊！哇，那个肌肉线条，这个光打的，有哪个女生不心动？对呀、不行了，不行了，哎呀，不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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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人摸后来有点好紧张，好紧张，我的天！都不知道放哪儿了。我为什么跟着他一起紧张啊？我不知道，侯老师老开心了，侯老师开心死了。红温了没有？就侯老师真的一直整个注意力全在窝子身上。哇，哎，来了来了，我支棱起来了。什么玩意儿？我支棱起来了。菜鸡1号，菜鸡2号，大菜鸡我是。哎，让我躲一下。老师你少跟我说话。我会觉得有一点就是憨憨的，但是还挺可爱的。他那个是，康老师说出一句话，我这死嘴怎么回事？散散步，消消食，这是我很理想的生活。目前今天就没有什么让我很烦恼、很困惑的，现在我心情就很舒展，然后又吃了好吃的东西，然后又打了网球，然后我现在还在 City Walk。啊，听起来好完美的一天。对，今天就很完美啊。
咱就是说这个故事其实很像是有点。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在后还在后。可以。语文能力还是可以的。卡女士有点东西，卡女士。哦，我。很想采访一下，很想采访一下。然后我就有着着实实的感受到，这个男生他真的是一直在一点一滴的付出，他也不说，他就是让我的，他会让我感受到一种踏实。我爸妈都不高，我爸1.74米，我妈1.67米，暴露了。我也没点进去。1.9米多。然后我弟其实也算挺高，但是他没长过我，因为他小时候太挑食了。完了，给我弟也暴露了，对不起，哥，对不起你。买点糖炒栗子好吗？好呀，我不太会剥栗子，我感觉我是剥的碎碎的。剥碎的我就直接用牙啃。这段对话，喜欢这种特别家常日常的这种小对话。所以红绿灯都是星星的吗？哎，好热。气血上涌，留守日常开始了。留守日常，畏畏缩缩的。你明天干嘛？不干嘛？不干嘛？那我们明天出去玩？可以。带你出去玩，好没？夏好美啊，这个。明天见。怎么有点懵了？夏夏懵。哦，原来夏懵是这么来的。你们看一下这个表情，还在偷看，真懵了。小女生真的还出去偷看一下，是你能干出来的事儿，老夏。哎呀妈呀，这反差！其实倒推完之后，因为我有对他的愧疚感，其实我开始更加关注这个人，会发现他还是很优秀的。这种在我们这种爱看晋江文学的人脑袋里就叫追妻火葬场。在这里面，我感觉我们没有像之前有点僵的那种感觉，就变成爱情。对，是心情。哎呀，我们这老师特别会创造这种氛围感。其实我一直都还想跟夏夏单独去聊一次，因为当下我觉得有些问题没解决。我们两个不好意思，注意力当时没有在他俩身上啊。我还差一次约会，就是我要弥补我那个迟到的约会，然后得给前面的一些走心了我的错误。我觉得这是小吴带给我们每个人的，就每个人都或多或少有了收获和变化，在里边会有一些反思。我觉得特别好的一点就是他主动去敲夏夏的门，因为当初也是夏夏去敲的门一样，整个事情有真的像夏夏说的一个闭环。啊，去北极了！哇，好漂亮，都是白色的。这么玩的，这个地方很好玩，很好玩。哦，这夏天还开的这个地方真好，我们可以去。哎，我们下次一起。你们俩不戴帽子啊？很冷哎。心里暖着呢。啊，你现在看啥都热乎乎的是吧？这是麻速酱吗？哦哟，来个蹦极，太恐怖了这个。我就找就可以了。你等问。真的啊？哦呀，哦，哇，这个很刺激。这还是倒着下去的，就是它是不会回弹的，它就直接下去了。但它后面会降速是吧？不降速，你重力加速度下去越来越快，哐砸了，兄弟！勇敢一点。勇敢不了一点。你看他，你看我们的企鹅，这个姿势。小胡这个绝对可以出表情包了，看得出来还真的害怕哎。吓坏了给。哎，挺好，突破了。不行，这段太好笑了，我的妈呀！小胡刚才那个动作让我想到了一句话，叫拉了坨大。
表情包有了。老师，这个会剪的吗？这个实在是太不友好了。你好，我是泡菜馅的水饺，请问你是谁？我是草莓。哎呀妈，他们的对话太甜了，很同频两个人。很舒服这种聊天。小胡的头发就是全露了，特别像科学怪人。啊，这个好玩，都很好玩。就是看两个视觉拍起来跟老乐不一样的。对，我想说他们两个怎么没有一些？为什么人家的这么帅，老骆你的就是？也有。田也有这个视角啊。因为他出来感觉不一样。为什么我会觉得还觉得挺好，很美的？果然还是人的问题啊！好险老乐不在哦。新的一年祝你好运，连。如果选这个，还是选你那个温泉的，选哪个？当然这个啦，当然这个啦。那温泉除了居宿还有什么？小胡那个手，对，就只能在这里活动，没有办法去别的地方。太偶像剧了，赶上刚刚那个小朋友。追上他，走，哇！这小朋友好可爱。小朋友总是神助攻啊，感觉。小胡在干嘛？吃雪。啊，美啦！哎呀，老侯跟那个老挝他们两个人的，就是已经给我有一种就是在过日子的感受，会有一点这样的感觉。然后我跟老万其实是在刚接触的状态，好像在小屋里找到了比较舒适的一个相处的一个对象的一样这种感觉。对，然后反正就是我觉得老侯跟窝窝就是属于稳定发展嘛，整体会感觉很稳。然后我跟这位卡女士呢，就属于确实是像她说的，我们当时大家都比较轻松的一个状态，然后也没有说想要求对方必须要给一个怎样的反馈，但是其实很意外的发现，这样相处起来反而更舒适。对。其实我觉得咔咔你在约会当中，你是一个特别能带动对方的那种轻松的那种节奏的，就你包括你们取的那个外号。就是那个叫什么来着？菜鸡1号，菜鸡1号，菜鸡2号，是你的一个天赋，我觉得。对。然后我在你们我的那个里面看到的是那种彼此那种有点生理性喜欢的感觉。对，因为喜欢一个人，你可能脑子里会想怎么样，但是我觉得他们这种散发出来的那种非常自然而然那种喜欢的感觉，藏不住的那种喜欢。这笑好像说明了一切。老窝别憋了，说说你脑子里在想什么吧。你快说吧，我真的太好奇了。我是，因为其实当时一走进去的时候，我的视觉冲击是视觉冲击，对，视觉冲击是非常强烈的，大家应该能看出来是非常拘谨的状态，对，是有点拘谨的，然后不太好意思。我站在第三视角重新去看我的表现的时候，我觉得与我一开始对我的想象真的是不一样的，我的进步空间是非常大的。